如果你去过东京一次，下一次我想带你去看看不一样的东京。3间我很喜欢的美术馆，1间只在周末营业的咖啡店，还有那些让我每一次来东京都会再回访的地方。如果你也喜欢慢慢旅行，那我们出发吧。在东京慢旅行，我很喜欢把第一餐留给一顿让自己很开心的早餐，不用急着出发，也不用赶着打卡，先好好吃顿早餐。早安，各位，早餐时间，想吃那个 pancakes， 那据说我们的 pancakes 很好吃，就是非常的柔软。这是我们的丰盛的早餐。3个人还是2个人 share 一个 pancake 就可以了。我觉得我一个人吃的话是吃不完的，可是很好吃哎，好吃。那我觉得这片东西哦，不管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很好吃。这家吃的早餐真的超棒，好介意来没吃早餐。离开热闹的街道，转进一条安静的小巷。这间咖啡店只在周末营业。出发前往一家咖啡厅，它只有星期5、6日才会开。它就是有一种神秘感，旧屋古树，小街道，没有刻意宣传，却吸引着喜欢慢慢旅行的人。这就是那多亚诺卡德。没想到这里这么好看，用一些很 raw material， 就是最原始的建筑的材料，把整个室内设计衬托出来。很原始的材料，就是让你看得很舒服。这里超级多豆的选择 ，yes，so hot。我选的是 peach 的味道的。我一直很喜欢像这样子的地方，安静的氛围，一杯好喝的咖啡，还有很有 sense 的空间。水泥设计，对，还有那个木，看这些木，连它的门都是那种老式的日式拉门，那屏风都有点破破的感觉，跟这种就是缺陷美。每一个角落都看得出店主的用心，自然的光线，木质的温度，简单却很有质感。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就是全部人静静的讲话，小小声，就不会很大声，然后氛围又很好，音乐又很好听，咖啡又很好喝，大家都轻声细语，耳边只有咖啡机的声音，不用急着喝完一杯咖啡，有一点时间给自己啦。有那个这个 peach 真的是有那个桃子 peach 的味道，真的闻下去是超香的，真的非常建议来这边。无论你是喜欢就是建筑设计，然后室内设计，喜欢咖啡、爱咖啡的，或者是纯粹想拍照的，我觉得这里都非常适合你。有 Yogi 这一带，对，这一家叫做那多亚诺卡德，对，不错，真的要来。嗨，我现在在那个豪德寺，因为我要去可爱的招财猫的那个神社。对，其实整条街还蛮 happening 的，就是一条小街通往去那个神社。那确实有一段路要走，我们大概走了10多分钟。我们到了，哇，这里比我想象中漂亮哎。豪德寺，因为一只招财猫吸引了很多人前来，但真正让我喜欢的不只是这些招财猫哦，而是这里的氛围总能让人不自觉地慢下来。这里有招财猫儿的饮水机，好可爱哦！哦，原来是这样子抽上来的。对，进来了，你看很多招财猫哎，
满满的招财猫。看着一只只招财猫，我总会忍不住想，每一只的背后都承载着某个人的希望，也藏着一个等待实现的梦想。小招财猫、中招财猫、大招财猫、超大招财猫。然后，让我发现到他们也会放那个猫猫的照片，看到吗？好可爱哦！看看绿手啊，还有招财猫，在这边一个人只可以买一只招财猫，豆豆500、800啊，这2个卖完了，然后1500、2500、3000、5000、7000，对。那我本来想买这只小的，可是没有了，我应该买小小的就好了。买到了2号的招财猫，他说这是最后一只哎，开心，最后一只800日元，对，2号招财猫，开心开心开心。他们这里搭巴士很方便，因为呢，你上巴士呢，它会一直 update 你们现在哪一站，然后就根据你的电话里面的那一站，你要下几站，再下。对，哎，你不会 miss 到你的巴士，我觉得这点超方便的。哎，我现在到了哈拉朱库，对，看今天是星期天，超多人的。现在我们去 Meiji Shrine Museum。这里哈拉朱库真的超级多人的，你会经过这个哈拉朱库这一店，满都是人头。超级无敌漂亮！你们看，整个建筑设计很漂亮，所以我觉得可以花个1000日元进来也不错。对，这里入门票是1000日元。这里拍照是绝美。嗨，这里入门票是1000日元。我觉得就是整个颜色和那个大自然融合，超漂亮。那个 volume， 那个整个 ceiling 的 volume 都很好看，就是感觉上这个建筑就是跟大自然完全融合为一体的那种感觉。我很喜欢逛日本的博物馆或者是美术馆，有时候吸引我的不是展览本身，而是阳光洒进空间的样子、木头的温度，还有建筑与自然之间的平衡。每一个细节都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好好感受这个空间。身为室内设计师，我一直相信一个好的空间不需要说太多，就能让人感觉到非常的舒服。整个世界安静下来，那个感觉真的很不错。这里有非常特别的是，它会给你这个明信片 postcard， 空的，它是空的，然后呢，第一层盖下去。哎，装了轮子，第3层、第4层，哇，超级好看！哇，非常漂亮，一层一层的盖上去，所以它很有层次感，很漂亮。这个明信片超漂亮的 ，shadow 那个光影都特别的漂亮，就是这个。逛完了那个 museum， 可以来这边买杯咖啡，坐下来欣赏一下这个地方，慢慢的坐下来chill一下。今天我会逛哈拉朱库表参道这一带，因为朋友们很想要去 shopping， 很多很好看的精品小店都在表参道，可以买的、可以吃的、喝的、小甜点 ，everything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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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区对我来说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这个是表参道 Hill designed by Taro Ando， 没错，它其实算是一个蛮隐藏式的一个 shopping mall。
德桑朵这边真的漂亮的就是它很多的最高品端的品牌的名牌店呢，都设计得很好看的，它整个建筑设计都非常好看。无论是橱窗设计啊，还是一些建筑设计都很好看。旅行不一定只是去景点，有时候一栋建筑也能成为旅行中的一段风景。就像这栋由 Kengo Kuma 设计的 Sunny Hills， 即使只是经过，也会让人忍不住停下脚步了。来这边怎么可以不买 Onitsuka Tiger？ 那来这边相比之下，Onitsuka 真的会比其他地方来的便宜。那我们先进这一家喽。那朋友已经开始买了几双了。买了一些鞋子啊，他就会给你一个 exchange ticket for 你的咖啡。这里可以有一个小车车卖咖啡，会很漂亮啊的杯子。Onitsuka Tiger， 黑色的，你看。欢迎我们来到这家 Number Sugar。这里主要呢是有不同类型，就是12种不一样味道的 Classic Caramel， 变成一盒这样子很可爱的一个糖果，然后是一个很不错的伴手礼，在这个小小的店铺里面。对，总共12个味道的 Caramel， 这是大盒的，所以我觉得还蛮特别。这里还有更大的36个，那我们买一盒啦，总共是1685日元。Brown rice。Organic brown rice。来到这间以有机蔬食闻名的 Brown Rice， 我越来越喜欢选择让身体没有负担的食物，简单一点，反而更能吃出食材最原本的味道。如果来到这个 Brown Rice Tokyo Omotesando 这边的话呢，它就是主打没有味精，然后就是没有肉、没有鱼、没有蛋、没有 dairy， 然后就是完全是 organic 为主。哎，我们的午餐来了。我的这一餐呢是完全是 vegan， 就是没有肉，然后是 vegan 可以吃的，然后全部是 organic， 就是没有味精。Brown Rice 的料理没有太多华丽的调味，却让人吃得很舒服。现在重新剪辑这段影片的时候，我才发现，以前总觉得健康的饮食只是旅行中的一个选择，现在却更明白，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如果再回到东京，我想我一定还是会再来，也希望接下来的旅行也能带着你们一起发现更多好吃又让身体舒服的地方。吃饱了，我觉得很好吃特别是它的米饭，我终于明白它的名字为什么叫 Brown Rice， 因为它的 Brown Rice 很好吃。我们来到了Harajuku的这个 Nike， 来这边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里有 Nike by You。对，这里呢，你可以选择你要的帽子，然后再加这个 patch。对，这是500日元一个，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款式印上去。OK， 东京 Nike， 很不错的伴手礼有时候会满哦，所以要提早预约，或者直接来的时候你就问一下他们有没有 slot 吧。那这里工作人员就会跟你确认你要粘的位置在哪里。过程还蛮快的，不到10分钟吧就搞定。还没到，多一下子就到了。我们到了内兹 Museum。这里的开放时间呢是到5点。最后入场时间是4点半。每次旅行，我都会特别留意那些让人想停下脚步的空间。Nezu Museum 一直都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不只是因为展览，更是因为它把建筑、光线与自然融合的恰到好处。这里有总共5个 gallery， 对。
坐在这边呢，可以慢慢感受一下每一个角落不同的感觉所带给你的感觉。整个感觉很平静，那瓦片那个慢慢下来，那个柔感觉就很柔和。现在我们走走里面的庭院，它的建筑还有与庭院相互融合的空间。阳光晒进来，风吹过了竹林，每走一步，眼前的风景都会有点不一样。有时候，一座美术馆收藏的不只是艺术，还有一座城市最安静也最美的一面嘞。在我们先前往去Nezu Coffee。就是来到馆内的 cafe， 这里的环境真的很舒服。不过我要提醒大家，馆内对拍摄的规定非常的严格，除了自己的餐点之外，不能拍到其他客人，也不能随意拍摄室内的空间。一开始我有点意外，但后来想想，其实这样子就能好好感受这个空间。有时候放下相机也是旅行的一部分啦。The Sumida Hokusai Museum， 整个建筑看起来超壮观，我特别喜欢的那个三角形，整个三角形很好看哎。那时候是下午的时间，你完全可以看到那个阳光折射下去的感觉，真的很好看。它这个位置是属于住宅区的旁边，然后你看到旁边其实是一个游乐园，很多小孩子都在那边玩游戏，觉得是一个很强大的 contrast， 就是很强大的对比哎。这个 museum 真的。哇哦，这设计很好看哎！那个强烈的对比感真的让我觉得很震撼。这边你可以看到晴空塔，还有很多小孩子在玩游戏，超可爱的。这整个氛围，一个小小图书馆。然后呢，我觉得很好看的是，你看它4个角，全部都是入口的感觉。对。它全部都是入口的感觉嘞，就是那个万花筒，它有这种折射感。据我所看到 ChatGPT 的资料里面说，这里是专门介绍日本江户时代 Katsuhika Hokusai 的美术馆。对，这里面也是有卖一些书籍啊，还有一些手信用品。现在我在他们的3楼，它连这个玻璃都是三角形。然后这里外面就是一个小小的超市，还有火车轨。那里面就是介绍这个Hokusai Sumida Hokusai 的一些作品。那非常有名的是有一个浪的那个作品，对，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会看过这个浪的作品。看着他的创作，也提醒了我一件事情：真正好的作品从来都不是一瞬间就完成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累积之中慢慢诞生。晚餐总想吃点熟悉又没有压力的东西，那今天选择了 Kura Sushi， 结合了科技与用餐体验，让吃寿司变得很有趣。那我们之前就上网预约了，然后现在我们来的时候已经是满座了，就完全不能预约了。我们现在是7点半来，它就 everything is like 没有人会 serve 你，就是你需要 everything 来 order by yourself， 就自己来 order 整个东西，所以真的超方便的。这真的蛮多选择，价格其实不会很贵，就你看150，很多种类型的sushi都有。这里是直接可以拿的，然后你 order 的呢就是这边，它直接快速通到 Zoom Express 过来这边。来了。这是第一轮吃的寿司，我们点的寿司来了，超级多的，然后一些纳豆，这没有吃过纳豆寿司哎。那现在我们要付款了，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碟子放进去这个地方，点进去啦。吃饱之后就这边自动付款啦。上旅行的最后一站留给了夜晚的东京，没有特别做什么，只是点了一杯很喜欢的饮料，静静看着
这座城市。嗨，那我现在晚上呢，我就在阿扎布达 Hill 的这一家 Janu Bar， 它其实就在 Janu Hotel 的上面5楼。对，主要选这里的原因是因为它有超级无敌好看的景。其实，在我的后面呢，这里看，这里就是 Tokyo Tower， 喂，这个景超好看。enjoy 这个酒，然后一边看东京铁塔。不懂是我的错觉是什么？来这边大多数都是女生，然后就还蛮不错的感觉，静静的在这边坐下来喝酒，那感觉还蛮不错。对，东京总有一些地方不会因为来过一次就失去它的魅力，反而每一次回来都会有新的感受。旅行的意义不是去了多少地方啦，而是有没有好好感受一下每一个当下。而我想，这就是我喜欢东京的原因。下一次见吧，东京。